大家看我现在在哪里？也是在大山里面。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大山深处。大家看我身后有水下来，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瀑布？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崖居。顾名思义啊，就是在一个山洞下面有人住着。这个我们在湖南看了，这个地方是在湖北利川的毛道镇。现在我们往前走一走，洞穴人家就在前面。为什么会来看一下这些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在湖南跟贵州很多这种洞穴人家，那么在湖北呢，恩施这边其实很多山，所以也有。那一进来，我们发现这里是什么？这里就是一些家禽的，就是养猪、养羊、养鸡这些。从眼前我们看到，这都是大的石头。那石头呢，下面是有点空旷，里面住了人家。那这个地方历史有多久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像这些都是巨大的石头，那这些石头它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应该是从山上带下来的。它这里呢，等于是在一座悬崖峭壁上面，上面是悬崖，下面也是悬崖，所以自然而然的话，这里呢比较危险。但是呢，我挺佩服这些人的，因为这些老百姓啊确实厉害。你想一想，这些石头大家看看，基本上长度的话都在1米多，宽度大概20厘米。你想一想，这个可能有几百斤，怎么扛下来的？太了不起了！我们往前面走，这个洞穴人家就在前面。这个地方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就是清朝。为什么会来这些地方呢？就很简单，在古代很多人穷，建不起房子，那就一开始呢就找这些洞穴来居住，因为这个地方最起码可以遮风挡雨。而且呢，比很多房子呢可能还好一点。那么一开始呢，在100多年前，有2兄弟就来到这个地方居住。这些桶大家见过没有？这些桶有2个作用，一个是储存东西的，另外一些呢，古代洗澡嘛，可能就在木桶里面，是女孩子，因为看电视也能够看得到。那最早的话，有2兄弟，他就来到这里。这个里呢，当时是没有房子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大的洞穴。但是我们说中国古代人，包括现在辛勤劳动，凭自己的双手，那么房子呢越来越好。那最开始呢有草屋，因为这个大山里面草跟木头是不缺的，所以就搭的草屋。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把房子建起来了。看看这里，其实我是很佩服的。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要把它弄碎，有打碎机，但是古代没有。打个比方说，辣椒或者是米要锤烂，就在这个里面放到里面去，然后用那个一个相当于我们说的木锤捶打，这样的话里面的东西就碎可以使用。这个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些房子。那这些房子从地面一直到顶部，然后看到顶部这些很多黑色的，就证明当年在这里呢做饭烟熏的。那这些房子可以看到有砖木，也就是说砖木结构的。那这些房子大概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像这些房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建的，因为当时来讲的话，这2兄弟在清朝建立这个洞穴，然后传承到大概4代，就传承大概100多年。那么这里最高峰期大概是有10户人家，50口人。但是说句实话，10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呢，其实还是比较拥挤的。现在是全部锁住了，搬走了。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瀑布。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水源怎么解决？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水源。因为这属于大山深处，有很多这种山泉水下来。我们现在往前面看一下，这个门全部都锁住了。那这里呢，以前就是一个村的小组，就跟湖南那个洞穴人家一样的，也相当于是那个有户口的。这里还有店的，这里面我看到了有很多凳子。那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厨房。
通过这个窗户，我们也能看到，因为这个是木头的，那么这个最起码的话有几十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开始就是用钢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木头。那这里是一个卧室，小的卧室，还有床。继续走，那这些地方是干嘛的呢？这些就是晒东西的、挂东西的。你像恩施这边有土家腊肉，还有平时晒东西的，就腊肉、腊鱼、腊鸡这些。到了这里，看到没有？空间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纯木结构的，那这个房子可能还更早一点，因为它窗户就不一样。为什么会说更早？我们说的房子也是经过一个时间的变革。你像这个时候，打个比方，60、70年代建的房子，那个窗户这样竖着的，而更早一点的，大家看到没有？那些窗户就是一格一格的，所以这个要区分一下。那这个东西大家见过没有？这个就是晒东西的，相当于我们说的簸箕那些东西，上面还有很多字啊，看一下，乘风破浪，奋勇前进。那这个地方我估计荒废的话也没多久，因为上面显示的新农村，我估计也就荒废了10-20年吧。那这里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主户，就是相当于我们说大厅。所以大家不得不佩服劳动人民，在这样一个崖洞下面、洞穴里面建造了这么多房子，而且生活了上百年。那么这上百年是因为是有好几代人，但是呢，有一对夫妻在这里呢生活了60-70年，而且这对夫妻了不起啊，培养了3个大学生，而且是3个博士，所以得佩服这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呢，在这里住了大概60-70年。我们说，在几十年前培养一个大学生都不容易，他培养了3个，而且3个都博士，非常了不起吧？也就可以这样说，他们夫妻非常重视教育，才能培养出来。那么他这个3个大学生、3个博士，听说就是网上我看了一下资料，一个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一个是在挪威，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国内，3个博士，非常厉害吧？了不起呀，很佩服他们。也可以这样说，他们3个人也非常爱学习，因为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也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对不对？所以呢，就发愤图强，然后有出息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洞穴人家，这个进深的话大概就20米左右，这个长度的话大概1米多，高度的话也就10几米。而且看一下上面这些岩石，大家发现没有？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腊肉或者是五花肉一样的？这个石头非常好玩。然后这里呢，就是厨房做饭的，烟熏黑的。在这个地方明显能看得出来，这些房子基本是2层。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充分利用空间，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口这么多。当时最高峰的话有50来口人，那么这里呢，自然而然就要增加空间，所以说占了2层。给大家看一个工具，这个大家见过没有？石磨，我们经常吃的豆腐啊，很多时候靠这个磨出来的。还有什么打个比方，把玉米粒弄在这里磨出来都可以的。我们看一下，还能转得动的。这个磨就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吧？很多人都没玩过，可能城市很多人都没见过。这个还挺好用的。那磨出来，从这里流出来，看过做豆腐的人就最明显。那有些是人磨，然后有些看电视也知道用驴磨。整个沿着这个弧形的洞穴，很多这种架子。有这么多架子，其实也能体现当时这边居住的人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说句实话，这个地方如果像湖南那个洞穴人家搞成民宿或者搞成农家乐，我觉得会很好，开发一下。但是由于这些主人呢都搬走了，特别是那一对老夫妻，他们培养了3个博士，那自然而然就搬走了。那其他人也搬走了，为什么？
这里确实可能说，生活不太方便，因为如果没去开发、没去整理的话，肯定是没有外面那么方便。这里还有阶梯下去，阶梯可能就是打水，然后那里还有一些养鸡的鸡圈，还有一些柴火，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地方冬暖夏凉。这边呢，其实也是靠近重庆的。再看看这个房子，布局得很好。那这里还有个缸，就是储存水的。我们说现在储存水的大部分是不锈钢或者是塑料的，而这个石头挖开的，大家见过没有？房子基本上都有地基。在这里我还发现一个东西，他们这里呢有人当过兵，因为上面有血。就是非常可惜，这些主人不在。如果主人在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聊一聊他这个地方是怎么形成的。但是现在都不在了，只能说供我们参观。一般现在这样老房子啊，基本都是在农村才能看到。其实农村现在这种房子都比较少了。走到这种洞穴人家，上面是黑色的，那基本就是厨房熏黑的。你看这里也是黑色的。旁边也是黑色的，就这两个地方就是厨房，那等于是那里是一户人家，这里一户人家，这里一户人家，对不对？然后这里也是，我刚刚在网上查了资料，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有3个人成为博士，一个是美国医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一个是挪威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挪威交通部的公务员。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那其他的子弟呢，也是多为大学文化。那现在这个2个家族就后代啊，已经全部搬出，奔向全国，走向世界。那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那这个3个博士后，就是美国医学博士，还有挪威的科技大学博士，都回国了没有？如果没有回国的话，大家都懂得啦。基本上这个洞穴人家我们就看完了，对面是重庆，在重庆那个山上面好像也有个洞穴人家，只不过太远了。现在这个洞穴的人家已经全部搬走了，因为交通不便。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贵州、湖南很多洞穴人家至今还有人居住，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搬出，可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但这里呢是已经搬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这样大山里面的洞穴改造成了一个家庭、一个家的地方，还是很好的，很佩服他们，也很敬重他们。